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重点谈一下美国的大选，也就是美国的大选现在还剩下只有40来天了。那么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白热化的这个过程中呢，会展开5场，就是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竞选人他们之间的总统辩论。那么这5场辩论比赛的时间呢，都已经全部确定。目前来讲呢，这个两党的竞选呢，都走到了最后的关头。也就是所有的选民呢，他们现在都进入了冲刺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发生了一个特别蹊跷的事，就是说民主党一直拥有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大法官，就金斯伯格，他突然在上个礼拜去世了。那么金斯伯格的死一下子就给选情带来了极大的这个变数。为什么说极大的变数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为9个大法官就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在9个大法官里面，5个人的多数票，他们一旦投下来了，那么随便是什么决定，哪怕总统的决定，哪怕国会的决定，通通都可以改变的。这是美国宪法赋予大法官的职责，也就是这5个法官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因此，美国任何一个在任的总统都非常希望能提名大法官。因为他们所提名的大法官，毫无疑问来讲，都是选择跟自己价值观一样的嘛。民主党肯定是选择那些自由派，共和党肯定是选择那些保守派。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大家呢遵循自己所追寻的自己政党的那个原则。但是呢，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总统任命了，比方说是共和党的总统任命了保守派的大法官，或者是说民主党的总统任命了自由派的大法官，但是这个大法官是倒向另外一边，也就是左派的法官倒向右，右派的法官倒向左。这种状况在整个大法官队伍里面层出不穷。唯独金斯伯格不是。金斯伯格在他被任命大法官到他去世的这27年里面，他所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维护民主党的原则的，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一次对民主党的投票，而且在民主党所推行的任何的一个决策方面，金斯伯格都是鼎力的支持，所以说他是民主党非常靠谱的一张票。这张票对民主党来讲是100%，因为是100%，所以说民主党从来就是把这一票都牢牢地攥在手中的。现在金斯伯格死掉了，因为他扛不住了。他本来是想政治正确啊，是希拉里来任命一个接替他的民主党的大法官，但是他没想到希拉里输了。当年奥巴马是劝他早一点退休，奥巴马好提名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接替他，这样能为自由派的价值至少能坚持个20-30年嘛。因为按照他这种活法的，哪怕60岁任命，活到87岁还坚持了27年嘛。但是当时金斯伯格不同意。他虽然是重病缠身，一身的癌病，他呢不断地跟病魔做斗争，但是呢，他认为他要创造一个政治上的奇迹，就是希望一个白人女总统去任命一个黑人女法官来接替他这个白人大法官。但是他千算万算，他没有算到希拉里输掉了。希拉里输掉以后，所以他就得再扛4年。问题是他扛不到啊，在整个这次2020年大选还剩不到50天时候，他挂掉了。他挂掉以后就产生了极大的变数，也就是说，他一挂掉以后，那么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现任总统就肯定会马上提名一名保守派的大法官。那么这种情况对于整个自由派，对于民主党来讲打击巨大，所以民主党坚决反对啊。Nancy Pelosi 甚至要叫嚣，要再次弹劾川普啊，他要剥夺川普提名大法官的权利。他认为川普你不应当提名，这个提名要留到下一届竞选出来的总统提名。如果你下一届竞选上了，你再提名。现在反正是不准提名，那么这就叫强词夺理了。因为美国宪法赋予现任总统他在大法官空缺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有提名大法官的权利。宪法给予现任总统的权利，你 Nancy Pelosi 凭什么剥夺呢？但是川普总统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也就是他没有在金斯伯格大法官逝世以后立即就提名大法官，他呢给了1个礼拜的缓冲，他就说先把金斯伯格大法官他个人的丧事把它办完，把丧礼结束以后，咱们再提名大法官。所以这2天呢，金斯伯格大法官他的灵柩呢先是停留在最高法院，然后把它移到国会大厦前面。这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法官，包括女生大法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哀荣。那么，当金斯伯格大法官他的这个灵柩停在国会大厦前面时候呢，川普总统本人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悼念活动，也就是悼念这位被川普总统认定是一生活得很精彩的美国大法官的一生。
但是对川普总统来参加悼念活动呢，那么现场有很多民主派的支持者，这些观众们呢都对川普总统呢喝了倒彩，所以现场人呢有很多人呢高喊了口号。他们喊口号是什么？他们喊口号就是要用选票把川普选下去。那么这个口号我听到，我觉得还是蛮鼓舞的。为什么？用选票嘛，美国人民用选票决定一切嘛。你们用选票把川普选下去嘛。如果美国人民大部分的美国人民没有选择川普，那毫无疑问来讲是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嘛。所以民主党最终是用选票把川普打败，可以讲我认为心服口服，没什么问题。所以说对民主党现场的观众对川普喝倒彩也好，辱骂川普也好，最终说要用选票把川普选下去也好，那就是选战马上就开始嘛，还剩这么几十天，最终美国人民用选票决定。所以川普总统尽管他饱受的这种辱骂，很多民众呢在这个现场呢对他辱骂，但是川普总统仍然保持自己的克制，作为国家现任总统去悼念一个和他政治观念完全不一样的反对他的反对党的大法官，川普总统表现了他自己的绅士风度和他个人的素质。那么对比奥巴马就完全是不同了。奥巴马当年在执政的时候，当时保守派的大法官叫斯卡尼亚去世的时候，奥巴马特意选择不去参加任何葬礼，而是去打了高尔夫球。所以奥巴马对保守派大法官去世的态度和今年川普总统面对的一个不断的责骂他，可以讲金斯伯格生前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在骂川普的，他骂川普直接是骂得非常非常无耻的，把川普说成是骗子的。因此来讲，川普总统忍受着金斯伯格生前对他的辱骂，在他去世以后，川普总统仍然亲自到国会大厦面前去参加他的悼念活动，就表现了川普总统作为当任总统他自己的风度和素质嘛。你拿奥巴马比，你觉得能比吗？目前来讲，可以讲川普总统和拜登，他在整个美国的选战形势呢，按照民主党按照左媒所宣传的这个民调呢，那肯定都是拜登大幅领先了，川普总统一直落后了。那么重要的是要看几个摇摆州，这几个摇摆州呢，现在呢可以讲川普总统和拜登呢都不断的要争取选民对他们的更大多数的支持。在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呢，这两个州呢，现在拜登和川普他们的支持率呢，根据媒体的统计呢是差不多。那么差不多我可以讲就是川普赢，因为媒体都是左派的媒体，当他们感觉到川普领先时候，他们只会说川普和拜登差不多。但是其他几个摇摆州呢，按照美国的媒体的统计呢，都是呢拜登领先。比方说在宾夕法尼亚州说是拜登领先了3个百分点，在亚利桑那州说拜登领先了1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州和密西根州说拜登都领先了川普5个百分点。那么赢得5个百分点就是很大的了。这是指几个摇摆州，其他的州呢，那些深红深蓝的州呢，现在都已经可以讲选战是很明确的。这几个摇摆州最终就是决定了选举人票最终是导向哪位总统竞选人，那么实际上也就决定了美国2020年大选花落谁家。因为美国今年的这个大选，我多次在节目里面讲过，它不简简单单是2个政党的竞争，是2个总统竞选人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总统的地位，而是什么？美国价值观的对立，是美国价值观的选择，是美国建国的200多年来，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因为民主党就不断地去号召这些安提法操纵的所谓黑命贵运动，把美国搞乱，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在颠覆民主制度以后，最终呢，民主党好浑水摸鱼。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给我留言，就是说，你建明老师，你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些大亨，美国的这些金融大鳄，这些有钱人，像布隆伯格啦，像索罗斯啦，这些都是金融大鳄，这些都是亿万富翁，为什么他们都是支持民主党，为什么不支持共和党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虽然我对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我认识的也没有那么深刻，对这2个党的执政纲领，这2个党的他们的执行的方针路线，我也没有做过过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很简单，就是它有一个简单的判别，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大亨，为什么那么多成功人士都愿意支持民主党，是因为民主党保护了这一部分人他们一种特殊的权利。因为民主党实际上就是规则的破坏者，美国的法治和美国的制度已经现成的写好了，所有的贯穿美国人一生中的所有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每个人你要按照这个制度、按照规则做，你这一生就肯定是幸福和平安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希望有特权啊，民主党就是给你创造特权。为什么那么多大亨们、那些金融大鳄、那些亿万富翁都支持民主党呢？首先，民主党有些政策就是迎合这些大亨、这些大佬们的嘛。你比方说，他们把性交的年龄设定在12岁，
也就是那些有恋童癖的这些大亨大佬们，他们跟年轻的孩子，跟12岁以上的女童，他们一旦发生恋童癖的话，就不受法律追究了吗？而你觉得能够发生恋童癖的人是普通人吗？那些吃不饱饭的人，那些流浪下岗的人，那些一般工薪阶层的人，他有机会和有资格去恋童癖吗？凡是恋童的人，大部分都是变态的人，而这些变态的人大部分都是富翁，或者都是人生的成功人士，因为他们有地位、有金钱、有势力，所以说他们在恋童方面，他们就有这种特殊的爱好，因为正常的性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嘛，已经不过瘾了嘛，所以他们就去恋童。而恋童这种行为，按照原来美国的法律制度是一定要打击的，但是民主党就保护，民主党一保护来讲，那么你说大亨们选择支持他们有什么错误呢？第二个就是什么？民主党会保护一些犯罪群体，也就是美国大量的犯罪群体啊，民主党是希望什么？把警局解散，让警察下岗，把警察只称为坏人，把罪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让罪犯们去投票。那你觉得这个罪犯这个群体能不拥护民主党吗？所以说民主党它是对很多群体照顾了你这个群体的特殊利益，而这种利益都是超越法律制度之上的。比方说我们讲的加州通过的 ICI5案，这个 ICI5案就是标标准准民主党所执行的这么一个歧视白人、歧视华人的法案，也就是上大学进名校都是按照你的肤色的比例，然后按比例录取，也就每录取10个黑人学生才能录取4个白人学生，才能录取1个华人学生，1个亚裔。按照这个比例来讲，就特殊的照顾到了黑人。那你说黑人这个群体能不拥护民主党吗？所以说民主党的政策，它往往是照顾到一些少数人这些不合理甚至是超越法律的这个权利，因为民主党迎合他们，这些人当然支持民主党。这就是我回答一部分朋友要我解释为什么美国这些群体都会拥护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能够满足他们这种特殊的要求，让他们或者是犯罪，或者是恋童，或者他们是男人想上女厕所，女人想上男厕所，给他们上厕所的这个权利，这是民主党满足了这部分人的要求，这部分人当然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的很多策略啊，跟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专门给你画大饼，专门给你描绘美好的未来，但是怎么实现，没有人告诉你。你像民主党的大佬叫桑德斯，桑德斯就经常强调全美要实行全民健保。那么实行全民健保，谁都愿意啊？这么好的事，谁不愿意啊？问题是钱从哪来？怎么安排？怎么执行？桑德斯不会回答你。这就是民主党很多领袖、很多竞选人，他会给你画非常大的大饼，包括拜登讲解决世界整个碳排放的问题，10年之内要把家庭住宅和办公室的碳排放把它降到0，15年要把电厂的这个碳排放降到0，30年以后把全美的碳排放全部降到0。怎么做到？拜登不会告诉你，他只是给你把大饼画好，让你感觉到这个前景非常的美好。怎么解决根本不跟你去谈，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典型区别。因为共和党大部分都是保守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世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用解决，而是要用取舍来决定。因为任何一个政策都包含着代价，包含的代价就是经常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跟什么样相比，就是你要做这个政策，你跟什么相比，你要花费什么样的代价。第二个，你用这个代价，你需要做哪样取舍？因为你任何事情你要达到目的的时候，你一定要舍去一些，这也就是说取舍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支持你这种取舍，你有什么坚实的证据？这是保守党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保守党它是从维护国家实际出发，维护制度原则的制度出发，然后一旦要做出某项决策，就一定要考虑它有哪些取舍，它要放下哪些利益，它要放弃哪些所谓所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有所求就必然要有所舍。这是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呢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别。那么川普总统作为共和党的一个领导人，可以讲在共和党里面也并不是大部分都支持他的，因为共和党的建制派类似于像布什家族，他们这些人对川普总统是进行打击和抨击的。川普总统现在是要回归美国的价值观，不仅仅是捍卫保守主义，捍卫美国的传统价值观，然后反对民主党，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民主党实行的在美国推行的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同时对建制派的大佬，对共和党里面这些建制派的这些人物，他们以权谋私，他们利用他们控制权力以后，最终他们放弃国家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问题，川普总统也是在对他们进行肃贪，也就是川普总统在本党内反腐，对他的这个对立的执政党，也就是民主党，要反对民主党所推行的这种破坏美国自由价值观、破坏美国制度的各种决定。
这是川普总统坚定不移的路线，这也是上帝拣选的川普。川普他在按照上帝的指引，正在把美国走向一个回归保守主义，按照基督文化建国，回归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让美国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实现他的一个伟大理想。不好意思啊，今天呢节目跟大家做了一半，因为呢要出外办事。我呢很长时间呢没跟大家呢做我这个汽车视频了，所以呢今天就在我行车的路上跟大家呢把今天的节目做完。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是谈到美国的大选，也就是拜登和川普的这个竞选的问题。目前来讲呢，现在难分伯仲，因为呢根据民主党他所有的这个左派媒体的介绍，现在呢都是拜登领先。这个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左派的媒体啊总是给拜登打气的嘛，给民主党打气的嘛。2016年的时候，当时都说希拉里领先的这个程度都达到了92%，川普只有8%的这个胜选的可能性。那么最终我们看到了，还是川普胜选了。那么现在呢，不凭呢左派媒体呢他做多少猜测，那么最重要是后面这40多天，川普总统呢把握好他自己的选情。因为今年大选我多次说过，它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两个政党的竞争，是拜登和川普总统他们两个分别代表美国的保守派和美国的自由派的竞争，也更重要的是美国制度的考验，是美国建国以来这200多年的制度是否能经过这一次这个两个政党的考验之后，最终呢，如果是川普总统当选，毫无疑问来讲是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呢能恪守美国的基督文化，拨乱反正，使美国呢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大道。而美国的成功，美国的伟大就奠定了全世界的伟大，所以美国的文明发展就决定了世界的文明发展。因此来讲，川普总统是否能胜选，实际上就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至于拜登如果胜选的话呢，那很可能美国的这个传统制度呢就被颠覆了。我已经比较过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已经非常明显，也就是民主党他情愿把警察下岗，让警察回家，把罪犯放出来，也就是把一个国家实现无政府主义，没有警察来管制，然后让罪犯可以在社会上横冲直撞。你觉得这还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吗？是想把美国演变成南非吗？因为以前的南非可能大家呢对南非了解的是不多的，南非其实是整个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可以讲南非在白人执政的时候，连续17年走过了经济增长15.2%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路。南非当时在白人统治下的时候，它的高速公路的长度在全球居于第3，仅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但是南非后来走了政治正确的道路啊，也就是曼德拉后来掌权了。曼德拉没掌权之前，大家都把他推举为民运领袖啊，都认为曼德拉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他是争取黑人解放、争取黑人民族权利的了不起的世界民族领袖啊，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么曼德拉众望所归，他所率领的国大党在整个南非执政掌权，曼德拉担任了南非的总统。那么曼德拉担任了南非的总统以后，他给南非带来了什么呢？南非的经济迅速的衰败，也就是从过去连续增长一下子就变成大幅的失落，它的失业率达到了25%，也就是1/4，全国每4个就业者里面一定有1个人是失业的。同时南非大量的犯罪以及南非不可控制的艾滋病、强奸、凶杀率，它全部都是全球第一。并且呢，在曼德拉掌权以后，还出现了很多政治正确的制度性的歧视白人，在南非通过了一个优惠黑人法。这个优惠黑人法一通过以后，就导致了整个非洲其他国家的黑人全部蜂拥而至，都到了南非，因为南非富裕啊。到了南非，他们也没有本事去挣钱，也没有本事去发展，他们在没本事发展的时候就搞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怎么搞啊？就是你们白人挣的钱，你那些富农挣的钱，你那些地主挣的钱，你那些富人挣的钱拿出来跟大家平分嘛。那么平分就有暴力嘛，最终就发生了大量的白人的农场主被黑人杀害到最后，白人已经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了，因为白人的数量急剧的减少，很多白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经营的农场，最终他们守着这个农场以后，大部分白人的农场主是被杀害的，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白人的农场主最终是跪地求饶黑人啊，求你们放过他，不要杀他嘛。
2个月的暴力袭击就达到107次，死亡了18个农场主。这也就是说，南非在执行了曼德拉掌权以后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剥夺白人的权利，歧视白人的优惠黑人法之后，然后在南非广泛的出现过去的那些白人和那些富裕的农场主通通被黑人杀害。那么南非整个从过去曾经的非洲的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已经沦落到非常贫穷非常衰落的国家。这南非就是美国的一面镜子。如果美国任用黑命贵发展，任用安提法在美国操纵美国大规模的这个破坏法治的社会主义运动，然后再在民主党上台以后，民主党支持这种行动，民主党不谴责这种行动，民主党只要保证他们大佬们他们自己荣华富贵的权利，那么美国堕落就会很快。最终美国就会堕落成跟南非一样。你不要认为一个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堕落成一个贫穷国家会很慢，告诉你讲，南非就是现成的例子。南非仅仅是在曼德拉掌权几年之后，然后就演变成南非从一个富裕发达的国家，现在变成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同时它的艾滋病、强奸和凶杀案全部在全球排上了第一。所以说，为了遏制美国的倒退，为了保证美国能够长期的发展，因此美国现在川普总统和他的幕僚，就是包括他现在的白宫团队，都死死地捍卫着美国的正义价值观，同时要坚决清除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对美国的各种间谍活动。蓬佩奥在最近的发言和演讲中就明确认定，因为中共在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间谍活动，这个间谍活动绝不仅仅是我们嘴巴上说的，是间谍小说中的用词，它其实就是赤裸裸的间谍。因为中国的这个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已经完全是赤裸裸的从事间谍活动，所以说就决定关闭了休斯顿的总领事馆。那么休斯顿总领事馆被关闭只是第一个。目前蓬佩奥已经指出，美国的纽约总领事馆、旧金山总领事馆、芝加哥总领事馆都存在着大量的间谍。尤其是前2天，纽约的一个藏人警察，一个华人警察，他因为连续的为大使馆工作，从事间谍活动，现在已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而指挥这个藏人的，恰好是大使馆里面负责华人社区活动的一个外交官。那么也就是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是专门从事组织地区、组织当地华人进行渗透美国社会的活动。毫无疑问来讲，这些人就是为了颠覆美国制度的。因此来讲，美国已经高度的重视，尤其是中共派驻美国的2个华人协会。这2个华人协会，它的名字一个叫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2个叫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这2个都是中共的官方机构。同时他们在美国打着民间华人协会的名义，实际上在美国组织了大规模的对美国国家制度颠覆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对中国是绝对分毫不让的。目前来讲，美国已经出台了多项的政策和制度，尤其是蓬佩奥宣布会有大量的外交官，如果他们有领事豁免权的这些人将会被美国驱逐，如果他们仅仅是外交领事馆里面的雇员，那这些人他们会被美国送上法庭。这是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很快会开展对中国外交使馆、外交官员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打击。同时蓬佩奥不断地在全世界各地斡旋，他下个礼拜就要到访梵蒂冈，他要跟梵蒂冈教皇专门去讨论关于中国宗教被中国共产党人权迫害的问题，要求教皇要秉持正义的价值观，来保护中国宗教教民他们信教的权利，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压制宗教的破坏。然后蓬佩奥在到访罗马和梵蒂冈之后，他10月份他将去日本和韩国，对日本和韩国进行访问以后，也是联络日本韩国共同抗击中国共产党。至于很多人期盼的是不是因为10月10号就是双十节，能不能在蓬佩奥去日本和台湾的时候，顺便在双十节期间就到访一下台湾呢？这个我们很期待。如果能够到访台湾，毫无疑问来讲，能提升台湾和美国现在这个密切合作的这种国际关系。因为现在整个亚洲可以讲包括像金正恩，他虽然他是跟习近平走得很近，来依靠中国，但是实际上金正恩他个人的智慧要远远高于习近平。根据韩联社9月25号的报道，金正恩他就韩国的一名官员，他因为想叛逃到朝鲜，然后被朝鲜射杀，而且坊间传说是不仅是射杀了他，还对他浇上汽油以后焚尸灭迹。对于这件事情呢，韩国做了广泛的报道。那么金正恩就这件事呢，金正恩首次承认了，他
他们确实射杀了一名韩国叛逃的官员，但是金正恩否认在他身上尸体上浇上汽油对他焚尸的。对这件事，就是对被射杀了韩国官员的这件事，金正恩公开表示道歉，表示一种内疚。这种事情对于朝鲜来讲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啊！朝鲜3代领导人，从他们家金大金日成到金二金正日，到金三胖金正恩，从来没有过什么向韩国还赔礼道歉。你韩国算个啥？在他眼里面，他从来都是非常傲慢，他做了所有的坏事都是抵赖的。这次三胖主动向韩国致歉，这件事情非常蹊跷，可以讲三胖的智慧远远高于习近平啊！习近平的智商哪能跟三胖比啊？三胖通过这件事，首先是拉拢和稳住了韩国，同时也向美国释放了他自己和平友好的信号。因为三胖任何的所谓友好，都一定是有人付出了代价之后，有人付出了生命和鲜血之后，三胖呢，他装模作样呢来拉拢韩国，拉拢美国了。这都是共产主义国家独裁者和专制者他们惯用的伎俩嘛。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共现在已经是扭曲词穷。中共他要求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加拿大的外交部就发出了5点理由来对中共进行了反驳。他第一条就明确就说，台湾不是加拿大所拥有的领土，加拿大没有权利去承认台湾的主权究竟属于谁，他又跟我们加拿大领土没有关系，又没有领土争端，你要我去承认台湾的领土归于谁，你不是很荒唐的事吗？这是加拿大给中共驳斥台湾不需要承认台湾这个是中国领土主权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加拿大就说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加拿大有承认与加拿大没有任何关系的台湾的主权归属的必要，没有任何国际法有这个限制吗？这是加拿大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加拿大就说，如果加拿大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为加拿大的任何一个公民，他的飞机和他的船舶要想进入台湾的话，拿到你中共北京政权所签发的签证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承认台湾，承认台湾以后对加拿大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加拿大给出的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就是说，加拿大如果在国际条约中承认台湾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按照条约必须履行的原理，那么加拿大势必要派兵攻占台湾，帮助你中共去收复你台湾，把台湾交还给你中国，与履行加拿大承认台湾的这个合约。你说这个是不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呢？这是加拿大讲的第四个理由。那么第五个理由，加拿大就是表示，台湾如果属于你中共，属于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北京政权又何必要求各个国家都来承认台湾呢？台湾如果不是你们的领土，即使是其他国家都承认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国际法的约束。如果台湾是有纷争的领土，那么中国应该去找跟台湾有纷争的其他国家，他们双方交涉才有用，而让加拿大让第三国来承认台湾的是否属于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非常荒唐，是毫无意义的表现。所以说加拿大的5点声明一下子把中国就看傻了。所以中共你要打台湾牌，你要在全世界企图用台湾去控制各个国家，你是完全达不到目的的。好，今天呢我还有很多路程，我呢就不跟大家谈那么多了。那么呢今天的节目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